阳风有心，却无边。我是你可爱又迷人的前女友呀。秉承着早讲完早脱身的原则，今天的内容还是魔物娘。前情回顾一下，我们的男主阿来现在拥有了几个魔物娘呢？半蛇小米、半鸟帕比、半马珊珊、史莱姆小软、人鱼米雪、蜘蛛女爪爪。暂时来看呢是6个。这天协调员请阿来吃饭，约会地点就在女仆店里。魔物娘们超级吃醋的，咋了飘了？家里这么多妹子，你还敢出去花钱？为了就近观察情敌，妹子们轮番伪装上阵，女仆妹妹、传单宝贝、奶茶少女、佣兵卧底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办不到的。内容之劲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咱就直接过了吧。就在阿来和协调员去往酒店时，爪爪也上场了，他还特意带了相机，准备拍下2个人偷情的画面，以此充当筹码，让阿来好好听话，到时候好被自己为所欲为。嘿嘿嘿，小米却很信任阿来，答应才不和别的女人乱来呢，所以他就靠武力制止爪爪，折腾的声音太大，导致2个人的踪迹暴露了。协调员手下的魔物娘小队抓住了他们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原来小小的酒店房间藏了这么多人，不是搞多人运动，而是搞捉人运动。前不久阿来收到了一封恐吓信，结婚我就杀了你，所以他才想靠着约会引出幕后黑手。知道真相之后，小米挺身而出，主动代替协调员和阿来继续约会，还有保镖在暗处保护他们。这番诱敌深入的行为真的是男莫女泪呢。在众多的妹子中突出重围，小米当然要把握住机会，连看见比目鱼亲亲都要撅嘴暗示一番，弄得阿来也把持不住了，暧昧的情愫在蔓延。电灯泡米雪却出现了，他还不合时宜的科普了一下，亲亲的2条比目鱼都是雄性哦，而且这是在抢地盘，不是在交际。比目鱼抢地盘的方式真的是震惊到我了。为了摆脱电灯泡，小米就带阿来去看表演了。然而美雪又出现了，生生的把海豚表演变成了美人鱼表演，把阿来吸引的不要不要的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小米转身就走，谁知转角遇到爱。他碰到了一个蜥蜴亚人类，不仅和他一样怕冷，还非常的绅士，2个人简直就是一拍即合。涉世未深的小米甚至被陌生人带去划船了。等船到了河中央，蜥蜴男就忍不住了，他很讨厌人类，尤其是霸占小米的阿来，在他看来自己和小米才是最合拍的。说到这里，蜥蜴男露出了本体小龙人，难道他就是恐吓信的幕后黑手吗？小米身娇体软，只能被小龙人上下其手。砰的一声脆响，你弟韩王到场，阿来开船撞来救下了小米。阿来这个男人是真的绝，胜负心一上来，甚至帮小龙人脱衣服晒太阳，担心人家着凉，不脱不知道，一脱吓一跳。小龙人居然是个妹子，只是想和小米交朋友，恐吓信是啥他也不知道。现在他是又羞又恼，便匆匆的飞遁了。阿来不愧是主角，见识着实是不浅呀，不知不觉的吃人豆腐。眼下人走了，阿来又转而讨好小米了，用心形项链虏获美人的芳心，体现自己不忘初心的本质。小米瞬间就爱了。恐吓信的幕后没有抓到，大家只能继续外出约会。之前就说过，帕比是小鸟脑子，啥事儿都是3秒即忘，比约后进坟还快，所以他也忘了自己曾经救了一个树妖妹子，树妖叫枸杞，曾经因为脱水变得虚弱，多亏帕比把他种在了郊外，让他努力的摄取养分。谁都没想到的是，这附近全是工业废料，枸杞不小心吸收了很多，导致他的身体长大，性格也黑化了。如今双方再次见面，帕比不想让姐妹丧失理智，就想了个好办法，那就是阿来上场给人吸出来。场面当时一片混乱，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，枸杞终于变回了原样。工具人协调员也来了，为了让枸杞健康的成长，他将管理附近的垃圾，干湿分离要做到，工业废料要除掉，干净环保才最好。切，搞了半天我以为阿来是后宫又要新添一员呢，结果这是个环保番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恐吓信的黑手依然没有露面。骑士珊珊坐不住了，她决定穿上铠甲，用自己的身躯护主周全。就是她这个体型太庞大，去个超市吧，屁股都进不了门，还经常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，真可谓是干啥啥不行，道盲第1名。绅士阿来并没有嫌弃他，甚至还违心的说午餐便当好吃。要不是神出鬼没的爪爪忽然出现并拆穿了谎言，珊珊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料理小天才呢。巨大的落差感笼罩在了珊珊的身上，她此刻只想静静，但她落单的行为也给了小恶魔可乘之机。他早就盯上了珊珊，眼下四下无人，就直接上来将人催眠了，用尽全力去取悦你的主人吧。等珊珊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就奔放的不像样，阿来都招架不住了。小恶魔则在角落里偷偷的观察，期待2个人为爱鼓掌。人小鬼大真是好可怕呀！忽然一头野猪猛然出现了，追逐着小恶魔，这声响也让珊珊恢复了清醒。野猪也在他们的配合之下被打晕了。即便如此，珊珊还是内疚的想哭，她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沮丧。阿来没有啥好办法，只能选择上马，然后欺骗珊珊说自己的脚崴了，现在只能依靠他回家。观众老爷们学到了吗？适当的对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示弱，才能给对方成就感，并且促进感情的发展哦。至于小恶魔，他早就被爪爪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，调教刻不容缓。
由于家里的妹子们都太不靠谱了，所以接下来阿来只能和魔物娘小队一起出去约会诱敌。新的恐吓信也寄到了阿来的手上，这次的内容很怪，怎么看怎么像是暗黑版的索命情书。我有理由怀疑幕后黑手是下一位的后宫成员，你们觉得呢？与多人约会的感觉总体来说就是痛并快乐着。阿来的人妻属性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的放大。试问有哪个男生能随身携带针线给巨人妹的衣服改尺码，给丧尸妹缝爪子呢？其实还有缝欧派的情节，你们懂的，我都删掉了。除了巨人妹、丧尸妹，还有个独眼妹，她常常为自己长得怪而感到异常的自卑，走路都要戴帽子挡脸。阿来作为中央空调，自然不能嫌弃任何一个女孩。独眼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温柔又帅气的男生，她现在只想为他疯，为他狂，为他空撞大墙。而恐吓信的真相才是真正的出人意料，原来第一封信是魔物娘小队的百变女写的，她这么做不过是想撮合队员和阿来的关系，只是没有想到阿来这么强，居然能把所有队员的好感度都刷到爆表。至于第二封索命信，百变女就不知道是咋回事了。另一边的阿来遇到了个无头妹子，她把自己的头给弄丢了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阿来不仅把人带回家，还要帮人去找脑袋。半夜找人头什么的，想想也是可怕。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阿来找到了脑袋，把它捧在了手里。无头妹子叫阿杜，是名死亡猎人。她本来是个一本正经的女生，奈何她此刻感应到自己的身体正在遭受凌辱。画面一转，我们发现是爪爪又在调教妹子了，这爱好也是无语。就这样，阿来捧来了一颗满脸娇羞的人头，莫名其妙的来了个羞耻 play。怎么说呢？大家别瞎联想就对了。胡搞乱搞一番之后，阿杜的头和身体终于成功的会晤了。要我说，这头也没啥用，反正他喝水吃零食都是直接用脖子的。死亡猎人就和死神一样，会提前找到濒死之人，摄取他的灵魂。而阿杜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他感应到阿来就是那个濒死之人。想问，如果他死的话，这么多妹子能由我来继承吗？唉，这种桃子还是想要尝尝的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前女友的别忘了那3点：点击右上角的关注订阅，点点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我，还有就是点赞投币给我一个支持哦。疫情期间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老子爱你。